灵感的力量。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做某些事是查尔斯·杜希格于2012年出版的畅销书。他探讨了习惯的形成、改变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以下是这本书的主要重点。习惯的循环。杜希格提出了习惯的核心概念，将其描述为一个循环，包括触发 Q 行为、routine 和奖励 reward 三个关键组成部分。这个循环是习惯形成和维持的关键。触发因素的识别。书中强调了识别触发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习惯循环的起点。了解触发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会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习惯的重要性。杜希格解释了习惯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强调，习惯能够帮助我们节省大脑的精力，使我们能够在自动化的情况下执行某些任务。习惯的改变。书中介绍了如何改变不良习惯或者培养新的积极习惯，这包括了了解习惯的结构，找到替代的行为以及明智的使用奖励来帮助自己改变。社会习惯。杜希格在书中提到了社会习惯的力量及群体中的共同行为模式。他通过案例研究展示了社会习惯如何影响组织和社会的运作。习惯与成功的关联。书中还探讨了习惯与成功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人成功和组织成功。杜希格认为，掌握习惯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奖励系统的重要性。书中提到了奖励系统如何驱动习惯的形成和维持。了解如何奖励自己可以有助于改变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杜希格强调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在习惯改变过程中的重要性。了解自己的习惯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来改变它们，需要自我反思和意识。总的来说，这本书通过深入探讨习惯的心理学和生物学基础，以及通过丰富的案例研究，提供了有关如何理解、改变和利用习惯的实用方法。它为读者提供了有关个人发展、自我改进和成功的有价值的见解。习惯的循环。习惯的循环是查尔斯·杜希格在《灵感的力量》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它由3个主要组成部分构成：触发 Q 行为、routine 和奖励 reward。这个循环解释了习惯是如何形成和维持的。下面是对每个组成部分的详细描述。触发 Q。 触发是习惯循环的第一步，也是习惯开始的信号。它可以是外部刺激，例如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或情境，也可以是内部刺激，如情绪、渴望或生理需求。触发因素告诉大脑何时开始执行某个习惯。行为 routine。 行为是习惯循环的第2步，是习惯的实际执行阶段。这是一个人反映于触发因素的具体动作或行为，通常是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不需要太多的思考或决策。奖励 reward。 奖励是习惯循环的第3步，是在行为完成后获得的满足感或愉悦感。奖励是为了强化习惯，使大脑将这个循环视为积极的经验。奖励可以是生理上的，如食物、荷尔蒙释放或愉悦的感觉，也可以是心理上的，如满足感、成就感或逃避焦虑。这个循环不仅仅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形成和坚守习惯，还揭示了如何改变不良习惯或培养新的积极习惯。根据杜希格的观点，了解习惯循环的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触发和奖励，可以帮助我们有针对性地介入并改变习惯。通过替代原有的行为和调整奖励系统，
我们可以塑造更健康、更有益的习惯，从而改善生活和工作。这个习惯循环的理念成为了许多人在自我改善和行为心理学领域的基础，并对个人发展和成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触发因素的识别。在《灵感的力量》中，查尔斯·杜西格强调了触发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习惯循环的起点，决定了习惯的形成和执行。以下是有关触发因素的详细描述。触发因素定义。触发因素是习惯循环中的第一环，也称为 cue 或提醒。它是一种信号或刺激，告诉大脑何时开始执行某个特定的习惯。触发因素可以是外部的，如时间、地点、人物、声音或味道，也可以是内部的，如情绪、渴望、疼痛或饥饿。触发因素通常是一个或多个感知或情感刺激，它们触发了一系列与习惯相关的生理和心理反应。触发因素的分类。杜西格将触发因素分为不同的类型，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管理他们的习惯。他提到了以下几种触发因素：时间触发，习惯可能与一天中的特定时间相关，例如早上起床后刷牙。地点触发，某些习惯可能与特定的地点相关，例如在办公室里经常吃零食。情境触发，习惯也可能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例如压力导致抽烟或吃垃圾食品。情感触发，情感和情绪状态也可以触发习惯，例如沮丧时可能倾向于购物或吃甜食。人物触发，与特定人物的相遇或互动可能触发习惯，例如与朋友相聚时吸烟或饮酒。触发因素的识别和利用。了解触发因素对于改变习惯至关重要。一旦识别出触发因素，人们可以采取措施来利用它们。这可以包括创造有利于健康习惯的触发因素，以帮助自己养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例如，如果你想养成锻炼的习惯，你可以选择在每天相同的时间和地点锻炼，这样时间和地点就成为锻炼的触发因素。总之，触发因素是习惯循环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触发习惯的执行。通过识别和理解触发因素，人们可以更好地控制和管理他们的习惯，从而更好地塑造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习惯。这个概念强调了触发因素在行为心理学中的重要性，并为个人发展和自我改进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习惯的重要性。在《灵感的力量》中，查尔斯·杜西格强调了习惯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巨大重要性。以下是有关习惯重要性的详细描述。节省精力和决策疲劳。习惯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它们能够帮助我们节省认知精力，因为习惯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大脑不断做出决策。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决策力用于更重要的任务。杜西格将这种现象称为决策疲劳，即过多的决策会减弱我们在一天中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通过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可以降低决策负担，稳定生活和工作。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它们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结构，使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规划和完成任务。例如，每天早上相同的早起，锻炼和吃早餐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开始一天，并为成功的一天奠定基础。培养积极生活方式。养成健康和积极的习惯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例如定期锻炼、
健康饮食和定时休息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这些习惯有助于减轻压力，增强耐力和提高生活满意度。成功的关键，杜希格强调了习惯与成功之间的紧密关联。良好的习惯可以帮助个人和组织更容易地实现目标和愿望。成功人士通常都有一系列积极的习惯，这些习惯有助于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卓越成就。改变不良习惯，了解习惯的力量有助于改变不良习惯。通过分析习惯循环，人们可以找到替代行为和奖励，从而摆脱不健康或有害的习惯。这对戒烟、减肥、减少压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总之，习惯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能够节省精力，提高效率，稳定生活，促进成功和改善生活质量。充分认识和利用习惯的力量，可以帮助个人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行为和生活，实现更多的目标和愿望。这个观点强调了自律和积极习惯的价值，对个人发展和成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习惯的改变，在《灵感的力量》中，查尔斯·杜希格详细探讨了如何改变不良习惯或培养新的积极习惯。习惯的改变是一项重要而有挑战性的任务。以下是书中关于习惯改变的详细描述。明确目标。首先，要改变一个习惯，你需要明确清晰的目标。你必须明白为什么要改变这个习惯，以及期望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好处。明确的目标有助于提供动力和方向。了解习惯循环。为了改变一个习惯，你需要了解它的循环结构，包括触发、行为和奖励。通过分析习惯循环，你可以识别出触发因素，了解习惯为何存在，并找到替代行为和奖励。找到替代行为。改变习惯通常意味着寻找一种替代行为，它在满足相似的触发因素时，能够提供相似的奖励。例如，如果你试图戒烟，可以将吸烟替换为咀嚼口香糖或深呼吸来满足焦虑或压力触发。制定计划。制定改变习惯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这包括明确的行动步骤、时间表和度量标准。计划可以帮助你有条不紊地迈向习惯改变的目标。奖励自己。奖励是习惯改变的关键。当你成功改变习惯时，给自己一个小奖励，这有助于强化新的习惯。奖励可以是一些愉悦的东西，但不应与原来的习惯相冲突。自我监督和反馈。跟踪自己的进展。进行自我监督和反馈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可以通过日记、应用程序或朋友的支持来实现。持续的反馈可以帮助你保持动力和坚定决心。耐心和恒心。习惯的改变通常需要时间，而且可能会面临挫折。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和恒心，不要因一次失败而气馁。继续努力，坚持习惯的改变过程。总之，改变习惯需要计划、决心和自我反思。通过了解习惯的结构，找到替代行为，制定计划和奖励自己，你可以成功地改变不良习惯或养成新的积极习惯。这个过程是关于自我控制和自我改进的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强自我管理能力，并实现更多的目标。在《灵感的力量》中，查尔斯·杜希格探讨了社会习惯，这是指群体或社会中共同的行为模式和规范。以下是有关社会习惯的详细描述。社会习惯的定义。社会习惯是一种在社会或群体层面上共同采用的行为模式。
它通常被认为是适应和接受的。这些习惯可以影响个人在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行为和决策。群体行为模式。社会习惯通常是集体性的，它们代表了群体的共识和行为预期。例如，礼貌行为、社交规范和职场礼仪都属于社会习惯的范畴。这些行为模式有助于社会和群体的协调和和谐。文化和社会背景。社会习惯可以因文化、社会背景和地理位置而异。不同文化和社会可能会有不同的社会习惯和行为规范。了解并尊重不同社会习惯对于跨文化交流和合作至关重要。组织和团队中的社会习惯。社会习惯不仅存在于大规模社会中，还存在于小型组织和团队中。组织内的社会习惯可以影响工作文化、合作和决策。例如，在某些公司中，可能存在开放式办公室的社会习惯，鼓励员工自由交流和合作。社会习惯的变革。社会习惯可以随着时间和社会变革而发生变化。新的科技、社会观念和政治事件都可能导致社会习惯的改变。杜西格在书中提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习惯变革的案例研究，如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和自来水的广泛使用。影响个人行为。社会习惯可以对个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个人常常受到社会习惯的影响，尤其是在社交和文化环境中。社会习惯可以塑造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模式。总之，社会习惯是社会和文化中重要的行为规范和共同模式，它们对个人和群体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了解和尊重社会习惯对于有效地融入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维护社会和谐以及实现组织和团队目标都非常重要。社会习惯也是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和群体行为的动态。在《灵感的力量》中，查尔斯·杜西格强调了习惯与成功之间的紧密关联。他指出，成功人士通常都拥有一系列积极的习惯，这些习惯有助于他们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取得卓越成就。以下是有关习惯与成功关联的详细描述。目标设定和追求。成功人士倾向于制定明确的目标，并通过养成相关的习惯来实现这些目标。习惯可以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朝着目标前进，而不必在每一步上都做出艰难的决策。自律和坚持。成功人士通常具有自律和坚持的习惯，他们能够坚定地遵循自己的计划和承诺，不受诱惑或困难的影响。这种自律有助于他们克服挫折并持续努力。时间管理。成功人士倾向于具有有效的时间管理习惯，他们能够优化时间，集中精力在最重要的任务上，并避免浪费时间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学习和成长。成功人士通常养成不断学习和自我提高的习惯，他们投资时间和精力来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以保持竞争力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健康和充实的生活。身体和心理健康是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人士往往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习惯，包括锻炼、健康饮食、定期休息和应对压力的方法。人际关系和合作。成功人士也通常具有积极的人际关系和合作习惯，他们能够有效地与他人合作，建立人际关系和处理冲突，这有助于他们在职业和社交领域取得成功。决策能力。一些成功人士养成了高效的决策习惯，
他们能够迅速做出明智的决策，并承担责任。这种能力使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总之，习惯与成功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因为习惯可以塑造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成功人士通常通过培养积极的习惯来增强自己的效率、自律和适应能力。这些习惯有助于他们在不同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了解并借鉴成功人士的习惯，可以帮助其他人在自己的生活和职业中实现更多的目标和成功。在《灵感的力量》中，查尔斯·杜西格强调了奖励系统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习惯形成和改变过程中。奖励是习惯循环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对于塑造和巩固习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下是有关奖励系统的详细描述。奖励强化习惯。奖励是习惯循环的最后一步，它提供了积极的反馈，使大脑将特定的行为与愉悦或满足联系起来。这种愉悦感或满足感强化了行为，促使我们更有可能在未来再次执行这个习惯。例如，吃巧克力后的愉悦感可能会强化吃巧克力的习惯。奖励驱动行为。奖励系统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力之一，大脑倾向于追求奖励和避免惩罚。因此，当一个行为与愉悦或奖励相关联时，我们更有可能重复执行这个行为。这一原理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奖励强化。奖励的类型。奖励可以分为内部奖励和外部奖励。内部奖励是与行为本身相关的满足感，例如完成一项任务后的成就感。外部奖励是从外部来的，如金钱、物质奖励或社交认可。了解不同类型的奖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行为的动机。奖励系统的改变。在改变不良习惯或培养新习惯时，了解奖励系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想改变不良习惯，需要找到一种替代行为，并确保它提供相似的奖励。例如，如果抽烟是因为缓解焦虑，你可以寻找替代方法来缓解焦虑，例如深呼吸或冥想。同时也要奖励自己以强化新习惯。奖励自己。奖励自己是习惯改变的关键。当你成功改变习惯或达到某个目标时，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是很有益的。这种奖励可以提高你对新习惯的积极性，并与愉悦感联系起来。总之，奖励系统在习惯的形成和改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强化了特定的行为和决策。了解如何利用奖励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习惯，克服不良习惯，培养积极的新习惯，并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奖励系统的理解也在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灵感的力量》中，查尔斯·杜西格强调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在习惯形成和改变中的关键作用。以下是有关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的详细描述。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对自己思想、情感、行为和目标的认知和理解。它涉及了对自己内在状态的觉察，包括对触发因素、决策和行为的了解。自我意识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某些习惯，以及如何改变这些习惯。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是指个体能够管理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情感和决策的能力。它涉及到抵抗诱惑、推迟满足和保持冷静的能力。自我控制在改变不良习惯、养成新习惯和实现长期目标方面至关重要。自我意识与习惯。了解自己的触发因素和奖励系统是通过自我意识实现的。
自我意识使个体能够识别出触发习惯的情境或内在状态，并为改变习惯提供有用的信息。例如，通过自我意识，一个人可能会意识到他吃零食的主要原因是情感压力。自我控制与习惯。自我控制是改变习惯的关键，它涉及到抵制旧习惯的冲动，并坚定地执行新习惯或替代行为。自我控制需要意志力和毅力，以克服习惯循环中的触发和奖励。提高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的方法。杜西格提出了一些方法来提高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这包括自我反思、日记记录、冥想和心理训练等。通过这些方法，个体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管理情感，制定计划并保持冷静。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的重要性。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是个人发展和成功的关键因素，它们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管理情感和行为，克服不良习惯，养成积极的新习惯，实现长期目标，以及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总之，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在习惯的形成和改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实现个人发展和成功的关键要素，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管理行为和情感，并实现更多的目标和愿望。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的提高需要练习和培养，但它们是可以通过坚持和努力不断加强的能力。